想象一下，这是一家拥有无限房间的神奇旅馆，房间从1、2、3、4一直排到天荒地老。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希尔伯特无限旅馆，而你就是这家旅馆的经理。听起来这家旅馆好像能轻而易举地塞进全世界的人，但就算是无限大的旅馆，也有它搞不定的时候。比如今天，旅馆已经全部客满了，每一个房间都住着一位客人。这时候，门口突然来了一个想住店的倒霉蛋。一般的菜鸟经理肯定不耐烦地赶人了，毕竟你是了解无穷奥秘的卷王经理，你很会安排。你拿起广播喇叭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请大家往后挪一个房间。Hi there. 1号房的客人搬去2号，2号搬去3号，3号搬去4号，以此类推。看，1号房空出来了，新客人丝滑入住。如果来了一辆坐着100人的大巴车呢？小意思，你让所有人往后挪100个房间就行了，新客人丝滑入住。但是现在来了一辆无限长的大巴，车上坐着无限多个新客人，这怎么塞？你沉思片刻，灵光一闪，各位旅客，请搬到您房间号2倍的房间。1号房的客人搬到2号房，2号搬到4号，3号搬到6号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旅客都搬到偶数房去，所有奇数房都空出来了。奇数房也是无限多个，刚好够大巴上无限多个旅客居住，完美。你已经开始膨胀了，心想，我真是全宇宙最会赚钱的人，全宇宙都来住我这儿吧。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大巴车队，无限多辆无限长的大巴，这下怎么办？你淡定地掏出无限电子表格，开始给每个人派发一个身份证。第一行，旅馆房间现有的客人，旅馆1号房客、2号房客、3号房客等等等。第二行，1号大巴的乘客，1号车1座，1号2座，1号3座等等等。第三行，2号大巴的乘客，2号车1座，2号2座，2号3座等等等，以此类推。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了。现在关键来了，你从表格的左上角开始画出一条之字形的蛇形线，这条线覆盖了表格里的每一个人，而且每个人只经过一次。然后把这条弯弯曲曲的线用力拉直，就变成一条无限长的队列。只要按身份证的顺序重新分配房卡，第一个人住1号房，第二个人住2号房，以此类推，搞定。无限辆无限长大巴的所有人全部住下，赚翻啦！你正在得意，以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更大的无穷来了。瞧，这是一辆极其诡异的派对巴士，车上没有座位，车上的每个人不是按照座位编号，而是按名字识别。Hilbert's Infinite Hotel 终于到了。他们的名字很奇葩，只有字母 A 和字母 B 组成，但每个名字都是无限长。比如这位叫 ABBAAAAA 无限重复小姐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辆车上有每一种 A 与 B 无限组合的序列，也就是说，所有可能的无限名字全都在车上。这时，一位叫 ABABAB 无限重复的家伙，我们暂时叫他 ABAB。他走进了旅馆，想帮大伙儿订房间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你叹了口气，只能摊摊手说：“抱歉，这次真的住不下了。”ABAB 一脸懵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有无限多的房间，我们也是无限多的人啊，为什么住不下？你又掏出他张无限表格，开始分房。1号房分配给 ABBAAAAA， 2号房分配给 A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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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3号房
分配给另一个名字。假设我已经列出了无限名单，但是仍然有一个家伙没有房间住，我现在就可以写出一个不在清单上的名字。这个方法非常阴险。取第一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，把 A 改成 B， 取第二个名字的第二个字母，再翻转，取第三个名字的第三个字母，再翻转，以此类推，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名字，它和清单上的每一个名字至少都有一个字母不同。希尔伯特无限旅馆的房间是可数无穷，但派对巴士上的旅馆是不可数无穷，怎么列都列不完，很烧脑吧？正是因为这个不可数无穷的发现，最终导致了计算机的诞生。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有些无限就是会比另一些无限更大，即使是无限旅馆，也有它装不下的客人。无限也有边界，无限之上还有无限。作为有限的生命，我们却又多一点理解了无限。奇趣无限，欢乐相伴。